用牛奶赋予香甜，以花朵呈现浪漫，口感松软，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你不错的选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章鱼哥美食厨房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款口感松软、简单易上手的牛奶花朵面包。跟随着章鱼哥的脚步，我们一起制作吧。完整版的食材配比，章鱼哥已经放在视频最后。高筋面粉200克，全蛋液25克，牛奶110克，盐2克，耐高糖酵母3克，细砂糖15克，黄油20克，就是今天需要的全部材料。我们先来制作面团部分，盐和黄油除外，将其他所有的原料都倒入大碗中。今天的面团只需要25克的全蛋液，剩下的鸡蛋千万不要扔。最后我们还要给面包表面上色使用翻拌铲将所有的原料混合均匀，搅拌至没有干粉。夏天制作面包，面团的最佳温度是在25度以下，如果室温过高，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冰牛奶和冷藏鸡蛋。原料搅拌至没有干粉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手揉面团，用手掌的力量向下按压推出去，然后再收回来，反复多次即可。面团揉至光滑之后，我们就加入盐和黄油，然后继续手揉面团，时间大约在20分钟左右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摔打面团，让面团变得更加有筋性。等到黄油完全被面团吸收，面团也变得更加光滑，我们就可以盖好保鲜膜，室温醒发，时间大约1小时左右，醒发至2倍大。面团发酵完成后，我们将面团移至案板。如果不知道面团是否发酵好，我们可以将手指插入面团，如果没有快速回弹，就表示已经醒发好了。我们用力地拍打面团，让面团内部的气体完全排出，然后均匀地将面团分割成6份。分割好之后，我们拿起一块面团，按照视频手法从上向下折叠，让面团的表面更加的光滑，然后揉成一个圆球。全部揉好之后，我们就盖好保鲜膜，让面团松弛15分钟。面团已经松弛好了，我们开始制作面包花形。取出一个面团，按扁，我们也可以使用工具将它擀成圆形。然后我们用刀将面饼均匀地分成6份，切记中间不要切断。然后我们把每一份都从边缘处两端向中间捏紧，形成一个花瓣的形状。这样一个面包生胚的花形就完成了。因为这个面团的水分稍大，如果我们怕粘黏的话，可以选择铺上一层油纸，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防止面团粘黏。所有的面包生胚花形都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开始2次醒发。烤箱设置发酵功能，35度，时间设置30分钟，里面可以放1碗热水，这样的话可以保持面团的湿度。2次醒发完成之后，我们将面包生胚取出，表面均匀地刷一层鸡蛋液。这个时候记得要给烤箱提前预热170度。我们再使用黑芝麻装饰在花心的位置，让花朵看起来更具有立体感。烤
烤箱预热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将烤盘送入烤箱，温度设置为170度，时间20分钟。如果烤箱有蒸汽功能，开启蒸汽功能；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前在面包生胚上喷一些水，让面包保持水分。章鱼哥开启了封炉模式，这样面包上色会比较均匀。如果我们烤箱没有封炉模式的话，中途可以调转一次烤盘方向，让我们的面包上色更加均匀。时间到，香喷喷的面包出炉了，看颜色还是非常均匀的。如果我们担心面包表面颜色过重的话，可以在烤制的过程中，颜色达到我们满意时，给面包的表面盖上一层锡纸，这样的话面包就不会上色过重。这款面包是基础款面包，中间没有馅料。如果你担心口味过于单一的话，可以像章鱼哥这样，表面刷上一层卡士达酱，然后蘸上满一层肉松，这样的话口感可以变得更好。因为是基础款的面包，所以我们后续可开发的余地还是很大的。比如刷上我们喜欢吃的果酱，或者中间偏开，加上一些我们喜欢的蔬菜，或者是火腿之类的，都是可以的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。那章鱼哥的卡士达酱肉松花朵面包也完成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更加的诱人？这款面包食材非常的简单，制作方法也很容易上手，制作出来的面包花型也很是好看，非常适合没有很多烘焙经验的人来大显身手。好啦，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按照章鱼哥的方法，相信大家都能做出这道既简单又好吃的牛奶花朵面包，还有升级版哦。完整的配方章鱼哥也放在了视频的最后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评论，这对章鱼哥来说非常的重要哦。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美食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